防水墙要扛不住了，月底的特大洪峰还没到，光是下场暴雨就要把咱们大半年的心血全淹了。抽水泵呢，全都给我开到最大，不能让集团100亿投资打水漂。水流太乱，那几个专家的电脑都算不出受力电啊。梁工呢？梁工在哪？带我去找梁工。梁工，水漫过警戒线了，还请您快点出山啊！别慌，都听我指挥。江底第4层的暗流逆流，硬堵只会把抓机憋断。把3号违建的土坡炸开，让江水倒灌泄压，借着水的回冲劲儿，大桥底座就堵住了。都愣着干嘛？快按梁工说的做！神了，那几个海归高材工敲了一晚上电脑都没弄出来，你一眼就给破了。小事儿，熬了2宿了，我补个觉，就算天塌了也别叫我。张总，这位梁工什么神仙？看一眼就知道往哪儿炸。这你不懂了吧？他可是老董事长当年在工地求了1个月请来的大神，国内3座跨江大桥底下的柱子都是他亲手设计。这么猛？何止，当年外企拿1000万挖他，他说中国的江河得用咱们自己的技术修，直接拒了。有他在，大桥底座塌不了。上班时间，你们叽叽咕咕说什么呢？这位是？这是苏氏集团的苏小姐，老董事长最近住院，现在集团由苏总全面接管。100亿投资的大桥竟然交给你们这群没用的草包，要是让投资人看到，集团还上不上市了？苏总您误会了，昨晚山洪泛滥，我们整晚拼了老命才……你们那些土办法守住了也就是运气好，但要是没收住呢？几十亿的损失谁能负责？明天起，现场全权由我的海外团队指挥，你们2个去财务结账走人，路上慢慢聊。今天起，不管是谁，只要是达不到集团标准的，全给我走人。这就是全省标杆的工地，几十个人在这磨洋工，一点规章制度都没有。张总，那天晚上咱们拿命给集团填上了决堤口，他一来就把咱们开了。新官上任3把火嘛，大小姐嫌咱们这些草炮碍了她的眼。那梁工呢？要不要把他叫起来避避风头？随他睡，他大小姐再不懂行，也不至于去动咱们的定海神针吧。集团马上要上市，月底特大洪峰前，大桥必须合龙，我绝不允许工地上有任何拖后腿的隐患。昨晚洪峰预警，海外团队上周就给出了排洪方案，你们为什么不按方案走？苏氏花几千万买的智能防汛系统，在你们手里就是摆设吗？效率低下，全扣绩效。苏总，昨晚底下的传感器全被泥沙糊死了，电脑根本不顶用啊！是大伙腰上拴着麻绳，在水里泡了1宿，硬是用沙袋把决堤口给堵上的。我只看结果，集团花钱不是请你们来享福的。上班时间吃东西，耽误了公司上市，你赔得起吗？开除。哪个部长眼的动我图纸？尤其是这种上班时间睡觉的，我一定要从严从重处理。来人，把这个闲人赶出去！丫头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不管你是谁，都不能够在上班时间睡觉。再查一下，他属于哪个包工队？为什么拿着钱不干活？苏总，系统里没他的正规职位，学历一栏写着初中毕业，但他每个月从公司公账上划走20万的劳动费。20万，花这20万，我都能请国外最顶尖的电脑专家了。公司居然白给一个睡大觉的初中生！昨晚洪峰前锋差点掀了挡水墙，要不是我盯着水流，你们这100亿工程早没了。我熬2宿睡一觉，碍着你了？你在跟我开玩笑吗？我花重金请的工程师在跑3D 流体力学模型，你跟我说你靠一双眼睛看江底的水流？苏氏集团马上要上市，绝不允许这种不讲科学依据的神棍存在，把他清退出去。笑什么？带着你的破烂，立刻走人！谁再敢拿着钱不干活，跟他一个下场。行，我走，我把话撂在这儿。30天后洪峰一冲，这桥必塌，到时候出了事儿，别跪着求我回来。装神弄鬼，我不信。苏总，那个人1个月拿20万，会不会真有点什么本事？我爸就是太讲江湖义气，才会被这种靠老经验混饭吃的人吸血。集团要上市，绝不留这些蛀虫。爸，您今天感觉怎么样？小冉，有个要命的事儿，工地上那个姓梁的专家，千万不能动。姓梁的专家，不会刚好是他吧？爸，您刚才说工地上不能动的专家叫什么？大桥命脉全在他一人身上。苏总，咱们刚从国外挖来的海归治水专家叫梁代树，听名字应该就是他。爸，您说的是那位梁代树专家吧？对，你别怠慢了。放心，大权全交给他了。至于那个拿着高薪不干活的同姓闲人，我已经清退了。集团100亿的盘子绝不能砸在一个连电脑都不会用的初中生手里。走，去见见那位海归专家。梁专家，月底特大洪峰就是死线。听说你在国外全是用电脑模型建桥，集团就需要你这种用数说话的尖端人才，而不是那些在泥水里凭感觉瞎蒙的。那是自然，咱们这套电脑系统只要一开，水底下都能照得清清楚楚，保证赶在洪峰前完工。我就说嘛，那个睡懒觉的梁什么，居然还大言不惭地说月底桥会塌，电脑能扫不出来。
他懂什么？连高中物理都没学过。苏总，绿灯全亮了，可以往水里砸珠子了。开机！苏总，砸不下去了，底下的泥太软了。不可能，国外的软件绝对不会出错，肯定是你们的机器绞盘坏了。苏总，你将把下边的窟窿全堵死了，再这么泡下去，等月底特大洪峰一到，底座的铁架子全得生锈报废。梁专家，你不是说国外那套模型万无一失吗？这是怎么回事？苏总，国内水底烂泥太多，干扰了电脑的信号。不过您放心，今天就能解决。只要数据上没问题就行，抓紧时间，月底合龙的节点绝不能误。爸，小冉，我这血压刚降到160，我怎么感觉心慌的厉害？桥上没出事吧？能出什么事儿？工地已经全面换上最新的电脑管控系统了，有梁专家坐镇，月底红坡前绝对能合龙。那就好。医生说我这血管脆得很，绝不能受刺激。有老梁在，我就踏实了。爸，您好好养病，等大桥建成，苏氏的市值至少翻倍。完了，这该怎么打桩？这下完犊子了！月底那大水一来，梁工不在，大桥底座肯定得烂在水里。可不是，人家梁工在的时候，天天拿着那个黑皮本子算水流，江底哪里有坑，全记在那本子里。他一走，谁来都不好使。听说梁工还没走远，在镇上那家面馆喝闷酒呢。黑皮本子，只要拿到手，把数据敲进电脑里，月底红潮出风头的就还是我。老板，这附近有没有去省城的长途车？有啊，出门左拐2公里就是汽车站，半小时一趟。行，我借您后厨水龙头洗把冷水脸。有了。原来江底的暗流涌口藏在这几个点上，这土包子还真有2把刷子。梁专家，堵水的方案算出来了吗？苏总，我把进口系统的核心算法套进去了，只要斜着往下打3经深水导流管，就能稳住进坑。太好了，我就知道这世上没有钱买不到的顶尖技术，只有落后的土办法。梁专家，苏氏这100亿工程的命脉，以后就全靠您的数据模型了。苏总放心，有我的数据在，万无一失。梁专家，你的这套系统真是让集团刮目相看，不到半天就挽回了上千万的停工损失。科学就是科学，只要软件算得准，水底下的坑再大也能填上。梁专家这下管子的位置怎么跟梁工以前在图纸上画的一模一样？什么梁工？那个连图纸都不懂的闲人，能跟梁专家的电脑模型比？国外的软件算出来就是这个结果，你一个开机器的懂什么核心算法？哎，梁大柱，苏总发话了，你不能再进工地。我的本子落里面了，拿了就走。你来干什么？怎么觉得之前拿的钱不够，还想回苏氏讹一笔违约金？梁专家，镇上面馆好吃吗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苏总，这个疯子要抢我电脑数据，无理取闹。梁专家是国外高薪聘回来的尖端人才，他刚用进口系统排除了隐患，你算什么东西，也敢质疑他的数据？进口系统靠偷我画的草桃冲门面，江底第3层全是流沙，那本子我没画完，剩下的泄压点位置，他就是敲烂了电脑也算不。满嘴胡言！保安，把这个闲人给我清退出去，别影响施工进度。你们就硬撑吧，看你们能不能撑过这个月。好消息，苏氏那边出大洋相了，他们那个海龟小姐把梁大柱给开了。开除？整条江底下的水文地质，全省只有梁大柱一个人能摸透，他疯了！不仅开了，还把梁大柱当贼一样赶出来了。周总，这可是天赐良机啊！咱们下游的2期工程，缺的就是他这种定海神针。备车，就算砸锅卖铁，
今天我也要把他请回周氏。刚好你在，也省得我去找法务了。你前脚刚走，3号主队的地下水就出了异常，这世上有这么巧的事儿？这蠢货算出来的假数据，连底下冒水的暗口都堵不住，还用得着我来破坏？强词夺理！梁专家的电脑数据清清楚楚，绝对是有人蓄意破坏地质。你嫉妒集团重用科学，故意使绊子。没错，我的电脑探测系统显示，水下地质被人故意破坏了。那破系统要是真那么灵，你就不会心虚到连内带的扣子都记错了。保安，把他按住，直接报警！集团的法务部会让你赔到倾家荡产。既然你听不懂好赖话，那就别怪我用商业手段来处理了。通知行业内所有的合作方，梁大柱无视规章正主，恶意破坏集团项目。从今天起，谁敢利用他，就是跟苏氏的百亿资本作对。我要让他在整个基建圈都找不到一碗饭吃。哼，封杀我这么干，苏老爷子知道吗？我爸那一套老旧的人情世故，在我这儿行不通。法务马上就到，给我按住他！等一下，你是谁？苏氏的重地，闲杂人等一律不准踏入。梁公，受委屈了。你是？这个人，我周氏集团要了。周氏路桥下游那个全靠低价抢标的施工队。施工队，苏大小姐刚回国，可能不知道。论修跨江大桥，周氏才是行业标杆。只不过我没想到，苏氏竟然这么有眼无珠，连定海神针都敢往外扔。他身上背着破坏集团工程的官司，你敢用他，我就让苏氏的律师团把你们周氏一起告到破产。对，我电脑探测系统可以作证。梁公，下游2期工程的水下复杂地质比这里更头疼。我代表周氏正式聘请您出任总工程师，除了绝对的技术话语权，我再加周氏集团10%的干股。10%的干股？周总真是病急乱投治了，居然拿公司前途去豪赌一个只上过初中的闲人。周总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但我这儿还有烂摊子没理清，不想卷入你们两家的是非。梁公，如果在这10%的干股之外，再加上我周念对您绝对的信任呢？苏氏不敢担的责，我担；苏氏弄丢的图纸，我帮您找回来。好，我接了。周氏2期工程，我给您绝对的指挥权。周总，周氏作为上市企业，尽收些苏氏淘汰的不良资产，真是让人大开眼界。我爸在病床上亲口发的话，苏氏的100亿盘子绝不允许让这种靠几张破图纸瞎蒙的闲杂人员插手。瞎蒙？这测距仪是苏氏上个月配的。8年前，苏董事长在江堤上求我加入苏氏，这么多年，我没拿过属下1分钱分红，当年那点恩情，我还清了。告诉老爷子，我梁大处不欠苏家了。梁大柱，少在这演苦情戏。现在是靠高级软件修桥的时代，谁还看你那些发霉的土经验？把建了20多年桥的定海神针逼走，苏小冉，你早晚会为今天的傲慢付出代价。慢着，3号墩差点崩塌的连带损失还没算清，苏氏的法务可没答应让他走，立刻写一份书面声明，承认是他无视集团的管理，违规操作险些造成工程事故，不把事故责任划分清楚。苏氏的律师团有的是办法让你下半辈子都在还债。周总，2期工程有最难的江心岩层吧？是，水流太急，我们一直不敢下庄。交给我，汛期前，我让苏氏的桥变成个笑话。苏总，那份起诉梁公破坏地基的律师函不用发给他，直接寄到周氏集团法务部，这就当是我们2家集团的战书。为了一个不服从现代管理的闲人，你拿整个周氏的现金流来跟我宣战？到底是谁搞的破坏？潮水退了，自然见分晓。梁专家，你今天怎么回事？一句话都不敢说，躲在后面干什么？苏总，我这种常年在海外搞科研的，实在是不想和这种满嘴脏话的底层人计较，有损身份。喂，苏董，我是周念。周氏的跨江大桥会在月底特大红芒前全线完工，这江面上的霸主该换人了。
你要抢在汛期前完工，老梁的图纸明明说不可能。等等，你怎么有底气跟我叫板？快给小冉打电话，工地肯定出变故了。爸，您怎么突然打电话来了？工地这边一切顺利。顺利？周念刚才打电话，直接跟我下了战书。你是不是把定海神针给拔了？你把老梁怎么了？原来周念去您那儿显摆了。爸，您别急啊，我是清理了一个拖低项目总资产收益率的累赘，顺便将计就计。将计就计？什么意思？那个拿着几十万劳务费不干活的闲人，差点因为他那套落后的经验主义让桥塌了。没想到周念那个女人还真以为捡到宝，主动替他兜底把人挖走了。他这是爆了个巨大的合规漏洞回去。好，小冉，这招祸水东域用得高明，我这就放权。以后大桥建设由你全权控盘。谢谢爸。周念以为捡了个蛀虫就能翻盘，他忘了咱们手里还握着真正的杀手锏老梁呢。有老梁在，周氏没有半点胜算。我爸就是被江湖义气蒙了眼，把宝压在一个连电脑图纸都不会看的旧时代残党身上。就是，那种连电脑图纸都不会看的人，去了周氏也是丢人现眼。我就坐着看好戏，等特大汛期一到，没有精密的数据支撑，看周氏那座烂桥怎么被水冲走。梁专家，咱们大桥如期上市的市值就靠您的电脑模型了。万无一失。这就是周氏的家底，梁公还入得了您的眼吗？设备是顶配的，但光有铁家伙不行，得有懂这片水文的人来操作。周氏的技师确实对这段江底的暗流不够熟悉，磨合起来至少得大半个月。磨合太慢了，我给您叫一批熟练工来。梁公，您在哪儿呢？老张，苏氏不要咱们，周氏要，带上兄弟们来下游2期，工资翻倍。干！兄弟们，抄家伙，去周氏给那帮海归好好上一课。苏总，您放心，有我在，别人休想动苏氏大桥一根汗毛。我不帮谁也得帮您啊！跟着我，工程款少不了你的。苏总，不好了！慌什么？天塌了有梁专家顶着。天塌了！张经理把工地上的30几个开大机器的老手全带走了，他们全跳去周氏了。什么？30多台大机器全停了！法务部呢？告他们违约，不还他们的工资！苏总，是您前几天亲口下令把他们都开除了，人家现在是自由身。梁专家，开机器的老手都没了，进度怎么办？苏总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，这帮没有执行力的旧员工走了正好，我马上联系我带出的那批海归团队来接手，全员博士，绝对比他们靠谱。天助我也！全换成能看懂海归数据图纸的精英，我倒要看看周念带一帮只会出蛮力的旧员工能翻出什么浪来。梁公，您这排兵布阵比我们周氏的老板台效率高出了1倍。这算什么？苏氏那边的团队应该全换成海归博士了吧？苏小冉这步棋走得挺绝，那帮博士理论很强。梁公，您不怕他们抢先合龙？怕什么？我那本留在他们手里的手绘水文图是个残稿，江底第3层的流沙数据我根本没画上去。他们要是照着那张纸打组装，汛期一到，乐子可就大了。梁公，从早上到现在连口水都没喝，吃口热乎的再测吧。周总，您怎么知道我喜欢用这种老式饭盒装饭？红烧肉加酸豆角。10年前在峡谷修1期大桥的时候，我连熬了3天没吃饭。后来每天半夜都有人偷偷在我的测绘仪旁边放这么一盒饭，那是你放的？那时候我刚接手家里濒破产的路桥公司，躲在工地角落里哭，是你走过来说桥还没塌，哭什么？把地基打实了，比什么都强。10年前那盒饭，是我周念给您的谢礼。10年后，我把整个周氏都压在您身上了。我一直以为当年那个遇上管勇差点跳江的小包装师早转行不干了，我偷偷给你改了图纸保住地基，你后来怎么不来找我？我当时连个工程资质都没有，哪有脸见您？我拼了命的做大周氏，就是为了有一天能堂堂正正报答您的救命之恩。
今天就测到这儿，跟我走。我这板房四面漏风，您把办公桌搬来干什么？当然是一起办公。从今天起，指挥室就是我的家。梁公在哪儿，我在哪儿。梁公，熬了一夜了，吃口面垫肚子。周总，去睡一会儿吧。江底岩层的承重测试已经过了，咱们的进度稳拿第一。我不困，能和您并肩作战，我比谁都精神。周氏的进度已经反超我们了，咱们的3号盾为什么停了3天？苏总，那帮旧班底留下的图纸错误太多，我的海龟团队正在重新套国外的公式，慢工出细活。苏总，江底的流沙层变深了，这水温不对劲儿，这个时候千万不能强行下导管打桩，管子会被流沙折断的。少拿你们那套落后的经验吓唬人，电脑算出来的点位绝对没问题，出了事儿我担着。梁代树，我不管什么雷沙，我只看 KPI。我限你3天之内必须把3号墩的承重柱给我打下去。这桥晚通车1天，苏氏的市值就要蒸发几千万。爸，您身体好点了吗？听气象局预警，今年盛夏会有100年1月的特大洪峰，大桥必须在洪潮前合龙。通车仪式那天，我亲自带董事会去工地视察。您放心，一切都在我和梁专家的掌控之中。小冉，你把自己逼得太紧了。我爸通车仪式就要来视察，如果让他看到3号墩还没立下来，他绝对会把指挥权收回去。梁专家，只要大桥顺利合龙，我在董事会上让你请手工，让你做苏氏的技术副总。我不要什么副总，小冉，我累死累活最想要的其实是你。等工程顺利通车，我答应你。梁公，歇一会儿，喝口茶。周总，这些杂活让助理干就行了。我亲自伺候大工程，不行吗？江底岩层的承重测试已经过了，咱们的进度稳拿第一。等大桥通车仪式那天，我给您准备了一个大惊喜。好，我等着你的惊喜。兄弟们，江心岩层最难啃的骨头拿下来了，这是3倍高温补贴，今天现结。周总，为了打透这岩层，咱们多耗了半个月，账上的流动资金快见底了，后面的材料款，钱的事儿我去跑融资，只要把乔基打死，砸锅卖铁我也认。谢谢周总，跟着周总干，咱们的质量绝对碾压苏氏。深水底座的水泥浇完了，您连续盯了30个小时，去车里睡会儿。还差最后2米高度，我得盯着。梁总，3号墩连折了8根铁管了，地下的流沙太厚，工人们都不敢再往下打了。慌什么？这都在我的电脑软件计算之内。管子断裂是因为你们采购的钢材强度不够，根本不是我的问题。去财务多支200万，换进口的合金管继续打。出了乱子还能用清晰的逻辑稳住阵脚，确实是用数据说话的定海神针。帮我订那块100万级别的百达矽利定制款，对，作为绩效奖励，我要送人。戴叔，刚应付完那些指认钱的股东，你这边情况怎么样了？小冉，难道你怀疑我的技术对付不了这里吗？我没有怀疑你啊，我只是看你太辛苦了。对不起，是我太敏感了，这段江底的地质太差，我是顶着全行业的压力在硬扛，我太怕连你都不信任我。傻瓜，我不信你信谁？别给自己太大压力，我给你准备了一份惊喜，明天到了你就知道。戴叔，你一定会喜欢这个惊喜。苏总，梁总最近频繁接触几个劣质建材商，账目上亏空了500多万。他敢在我的眼皮底下吃回扣，他今晚在哪儿？我倒要看看，他拿着我的钱在干什么勾当。滨江私人会所。梁公，刚得到内部消息，苏氏大桥今天上午已经强行合龙了。为了赶在月底特大红包前抢风头，他们连安全承重测试都没做，提前半个月强行合龙，下周就要通车。没测承重就合龙了，看来苏氏那个专家连最基础的力点都没算明白啊！乳桩打在流沙层上，强行架上钢梁，
这段江面的水这么急，那乐子可就大喽。既然您这么说，那我就不急了。通知技术部，全员放假3天，3天后全力备战咱们大桥的关键工期。周总，周总，您喝多了，我给您弄点醒酒汤。大柱哥，其实10年前我就喜欢你了，我拼了命的把周氏做大，就是想堂堂正正站到你身边。现在，我终于做到了。这10年来，你吃了不少苦吧？不苦，大柱哥，这辈子我就认定你了。好，等咱们的桥通了，我风风光光的娶你。拿我的工程款买劣质钢材喝花酒，梁代树，你现在就跟我去警察局。小冉，我是为了你，为了苏氏的进度啊！周氏垄断了所有高端材料，供应商根本不卖给我们，我是忍着恶心装孙子求他们供货。你可以抓我，但我对苏氏对你绝无二心。对不起，代叔，是我误会你了。从明天起，苏氏工程的所有财政审核权全交给你。小冉，苏氏大桥马上就要成为江北地标了。只要今晚拿下这笔资金，咱们就能赶在月底特大红包前完成合龙，绝不能让苏氏一家独大。事已密成，稳着来。哟，这不是周总和那个被我们开除的土包子吗？怎么，苏氏的大桥都要通车了，你们周氏那个烂尾工程是打算留在江面上当遗迹吗？速度快不代表质量好，到底谁的是百年大桥，谁的是豆腐渣，很快就见发现。希望洪峰来的时候，梁专家的嘴还能这么硬。什么事？梁总，3号主墩底下传来2声沉闷的钢筋崩断声，安全报警器一直在响。慌什么？一点正常的热胀两送而已，把报警器给我关了，明天照常通车。代叔，出什么事儿了？没事儿，工地那边报喜呢，说合龙非常完美。合龙完美，组装打在流沙层上，炮管根本就没扎到眼底。你这样强行加钢梁，是在拿两岸老百姓的命开玩笑。梁大柱，你这种连电脑都不会开的人，少在这危言耸听。这是梁专家用了10几套进口软件测算出来的数据模型。电脑测算，他用的不过是我几个月前的旧草稿，槽面自己压上去，根本撑不到1个月，内部主钢筋就会全部崩断。我离开工地那天就说过，你们的桥不出30天必塌。算算日子，应该只剩不到10天了吧。大家看清楚了，他照着我们公开的大桥外形，随便找张发黄的破纸画了2笔，就敢来碰瓷说是他的草稿。我们大桥120个监测点的电脑数据一路绿灯，算出来的承重误差绝对不超过1毫米。一个被开除的土包子，嫉妒我们能在月底红潮前通车，就跑来散布恐慌。你们是信科学数据，还是信他随手画的一张破纸？哼，梁工，我们做风投的只认客观数据，苏氏的报告完美无瑕，而且下周就能剪彩收钱。你拿一张破纸空口白牙就想让我们撤资，把我们当3岁小孩吗？各位，苏氏大桥的承载力已经拿到了全套面检报告，明天如期通车。从今天起，苏氏对周氏进行全行业封杀。谁要是还为周氏那个烂尾项目提供资金，苏氏的资本绝对让他血本无归。排名前10的物流车队已和苏氏签了10年独家协议，汛期还没来，周氏就已经破产了。跟着苏总有肉吃，等大桥通车，10倍100倍的回报等着大家。孙董，周氏现在只缺最后一笔工程资金，只要打透江心岩层，我们的桥绝对能抗住100年洪潮。周总、苏总发了话，谁敢在这个节骨眼上碰你们那个烂尾桥？最难的江心岩层咱们已经打透了，主墩完全吃住了力，事已密成，随他们笑。周总把公司的核心资产
压在一个被我扫地出门的无证闲人身上。周氏退市是早晚的事儿。周总，听我一句劝，趁早把公司卖了，去给苏总打个工，还能混口饭吃。既然你们没人敢投，那我就把周氏大厦抵押了。我周念就算砸锅卖铁，也要把江心岩层打透。我们周氏绝对不修豆腐渣。大柱哥，我们走，这地方空气太脏。今天耗资100亿的苏氏大桥正式全线贯通，我们用最尖端的数据模型，赶在月底特大红包来临前完工，这才是苏氏惊人的执行力。苏总，听说对面的周氏大桥在2号主队停工了，是真的吗？周氏请一个连职称都没有的散工当总工，遇到复杂地质，成本断裂是必然泄露。江北的未来属于拥抱大数据的高薪资本，不属于迷信落后经验的草台班子。梁工，水底扫描图出来了，江底20米往下，石头全是空的。大面积溶洞，这层石头就像个巨大的马蜂窝，根本吃不住大桥主墩的重量。大柱哥，这么大面积的溶洞强行打桩会怎么样？桩管一断，整个2号墩都会陷进江底，这桥连合龙的机会都不会有，直接报废。立刻拉闸，2号墩全线停工，等我重新测算受力点。周总，苏氏的桥今天都通车剪彩了，满屏幕都是他们的新闻，你们居然在这个节骨眼上停工！王总，江心遇到了大面积溶洞，这是不可抗力，我们正在通宵想办法。少给我找借口，投资人的钱不是给你们打水漂的，明天上午要是拿不出方案，我们立刻撤资。周总，库里的特种水泥只剩不到100吨了，苏氏那边已经放出话来，要看咱们死。你只管去筹钱买料，地质这块死局交给我来破。3倍价格也不够，昨天才签的合同，今天就反悔。别打了，江北所有的特种建材商，苏氏都已经用双倍价格买断了。苏小冉，你故意断我们口粮，想把我们逼上绝路。商场如战场，周总，要是你们那个土巴子总工真有本事，让他用泥巴给你们捏个桥墩啊！靠断别人材料赢，说明你对自己建的桥没底气。放屁！苏氏大桥现在每天跑5000辆重型挂车，稳如泰山。那祝你们的桥能撑过马上要来的主汛期。这才通车不到10天，主钢筋周围的混凝土居然裂了！叫什么叫？这是正常的受力热胀冷缩。不行啊，梁总，月底特大红波马上到了。那个梁工说30天内毙他，难道是真的？必须立刻上报苏总，封桥排查。工程尾款还没结清，谁敢这时候报主攻？我弄死谁！去库房拿2桶速干水泥，再铺一层厚沥青，连夜给我封死，谁也不许说。算出来了，既然江底全是空洞，咱们就不扎底。不扎底？梁工，几万吨的桥墩怎么立？靠摩擦力，在空洞上方的石头上打16根粗珠子，用特种水泥把珠子和石壁死死粘住，就靠这些珠子的抓力，硬撑起整个桥墩。靠摩擦力说悬空，这在全国也没人干过呀。可是咱们现在买不到高强度的特种材料，有办法，去把我的车和江景别墅抵押套现，凑1000万，我亲自带车队去岭南省高价调特种材料。苏总，周念筹了1000万，带了10辆重卡去岭南省买特种水泥了。对，他们连夜回来，肯定走 G204 省界国道。我那50万行吗？对。同志，我们是周氏路桥的，运输手续齐全，接实名举报，你们这批特种建材的运输资质造假，存在严重安全隐患，全部连车带货扣押，原地等候审查。我们赶着回去抢救主墩，你们扣车，耽误了工期谁负责？
周总，陆正把车钥匙全收了，哪怕只扣3天，咱们的江心墩也废了。去联系岭南省别的厂，哪怕给双倍运费，也要连夜调料。没钱了，您抵押别墅换来的1000万，全在这批货里了，咱们彻底断粮了。小冉，这座桥建成了，咱们苏氏在江北就算是彻底站稳了。爸，您放心，对面的周氏那批救命的特种材料已经被扣在省界了，他们现在的现金流彻底断裂，连基本的运营成本都覆盖不了。商场就是战场，既然他抵押了全部身家，现在就是他最虚弱的时候，去把他的烂摊子收了。周总，听说你们连一袋水泥都买不起了。周氏的事轮不到孙总操心，这里是施工重地，请你们离开。你抵押房产的那笔债权已经被孙董高价打包收购了，如果今天无法履行兑付义务，这块地皮包括江里那几根烂尾的桥墩将全部进行破产清算，划分苏氏。谁敢动他？梁大柱，你一个被清退人员，拿什么替他扛这1000万的债务逾期？只要我在这儿，周氏的桥就塌不了。这地皮，你们今天拿不走。老刘，是我，大料进不来，江心墩急缺3000吨特种水泥，我需要人。大柱哥，10年前我和手底下的伙计黑心项目方坑了工资，是你拎着铁锤替大伙要回的血汗钱。我这现在有的是人，一句话，附近3个市的老弟兄们连夜赶过来。梁工，这得有上千人吧？基建靠的从来不是花里胡哨的系统，是人。大柱哥，我也来扛。胡闹！你去后面休息，这里路太滑。我说过，你在哪儿，我在哪儿。3号墩的承重数据怎么会超这么多？戴叔，月底红潮马上就到了，风投资本的第三方验收组明天也来，数据模型运行正常。电脑测算完美，苏总放心。管不了那么多了，把苏氏的工程尾款全部转出去。气象台发布红色预警，100年一遇的特大洪峰将在72小时后抵达江北水域，请各施工单位立刻做好防汛撤离准备。72小时，如果江心墩在这之前没浇筑完，咱们这大半年的心血全毁了。通知全员，24小时3班倒，死守江心墩。他们的车都被扣了，材料到底是哪儿来的？苏总，听说梁大柱在当地找了几千个没有施工资质的闲散劳工，用背篓硬扛进去的。无视极端天气预警强行抢工期是吧？马上联系安全局，实名举报周氏存在严重违规夜间威胁作业行为。我要用法律合规的手段，让他们的大桥永远停工。可是，洪峰马上了，现在去停他们的机器，工人们会有生命危险啊！这是他们自己违反安全生产条例的代价。出了事故，责任也全在周氏。照我说的做。2号管加压，稳住底盘。全部停手！谁是负责人？同志，出什么事了？我们正在抢工期。接到实名举报，你们涉嫌极端天气下违规夜间幽规水下作业，立刻拉闸，全部停工接受排查。这是停工检查令，在洪峰过定审查清楚之前，你们周氏1两水泥也不许下水。现在打了一半的7基被洪峰一冲，整个江底结构全得毁。江心大墩子要是塌了，江水倒灌，下游3个镇的安全谁来保？我们只管按规定办事。这字你签不签？我梁大柱不签。你这是暴力抗法，后果你承担得起吗？这桥要是垮了，责任我一人背。要抓我，等我把桩打完。梁工，水流太急，30米深的江底全是暗流，灌浆管偏移了2米，机器根本插不进桩控。这水流，除非底下长眼睛，不然全得抓瞎。都闪开，我来。
梁公，管子会被江水折断的。别出声，看着。借水打力，给我进！放水泥。桩扎住了，现在你可以来抓我了。各位请看，这就是苏氏集团斥巨资引入海外 AI 测算模型的绝对优势。在极端气候的洪峰测试下，大桥的各项应力数据完美达标。那些缺乏科学支撑、全靠盲目经验的落后土办法，注定要被资本和时代淘汰。周总，虽然江心墩保住了，但桥面还没合拢。这风浪再大一点，平台上的钢架恐怕要被撕裂了。周总，在这个漏水的棚子里算违约金呢。洪峰一过，这笔债务就过了宽幕期，到时候要是拿不出流动资金，你们名下的地皮和江西那堆烂尾工程就全部强制清算，化工苏氏。你们的桥里面已经烂透，荒谬！你一个连图纸都不会用的被清退人员，懂什么要微米级的全自动承重监测？我不懂那些电脑系统，我只懂水。苏氏的桥根已经断了，现在就差明天这最后一天了。那我们就用商业规则说话。明天资产清算程序一启动，我会亲眼看着周氏是如何因为盲目信任你，最终破产透视。底下空了，再往里吸水，水流已经把他们苏氏的桥墩底座掏空了。全完了，水底的地基全被掏空了。李总，我是梁大柱，苏氏的3号桥墩底下已经空了，在疯狂吸水，里面的根基绝对崩裂了，不能再通车了。马上封锁桥面，半小时内它必塌。梁工，你确定苏氏已经提交了自动化监测报告，一切正常？现在桥上全是故江的车辆，我用命担保，晚1分钟，几百条人命就没了。苏总，官方刚才打来电话说接到技术举报，我们的桥有垮塌风险，要求立刻放下道闸封桥。一派胡言！谁的实名举报？好像是周氏那边的梁工。我就知道，周氏自己的资金链断了，就用这种恶劣的商业构陷来阻击我们。集团下周冉就要挂牌上市了，这时候封桥会造成多大的估值流发，你承担得起吗？可是官方那边……告诉官方，苏氏的电脑监控数据一切正常，我们有全套的面检报告，把道闸全部打开，保持通行。谁敢拦截车流，遭受负面舆论，立刻开除。老刘，苏氏的桥底已经空了，开咱们的土方车去把对岸桥头堵死，绝不能让老百姓上去。马上到。谁给你们的胆子，恶意阻挠上市集团的正常军营？立刻录像取证他们的寻衅滋事行为，把这几辆破车推开，强行清场。桥塌了，你们就全去江里喂鱼吧。梁工，先别管他们苏氏了，中继洪峰还有10分钟抵达。咱们的桥面如果还没合塘，会被洪峰直接撕成2段。风太大了，吊机卡陡，最后这一段根本拉不动。那就不用吊机。梁工，人力压不过风力的。风向偏北，3、2、1，锁死敲定。合拢了！接电话，快接电话！电脑测算的数据明明是正常的，为什么桥会断？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抱歉地通知您，受特大洪峰及极端暴雨天气影响，本机场所有出港航班延误，起飞时间待定，请旅客不要离开候机区。大自然不讲理。
你们干什么？飞机只是延误，你们凭什么拦我？苏氏3号桥墩已经被红绸彻底击穿，涉嫌重大工程事故，诸位，你被捕了。大叔，你不是有最新的海外模型吗？为什么数据会出错？怎么会变成这样？布不了了，我根本不懂这些啊！所谓的电脑测乱系统，是我从他本子里抄来的残缺数据。你把真正的定海神针给赶走了。我只懂水，苏氏的桥根已经断了。梁公，苏氏的桥塌了，现在两岸交通全断了，咱们的桥是唯一的通道。全完了，苏氏的100亿市值全毁了。苏氏桥塌了，交通也断了，可现在正是需要抢险救灾的时候。我们的桥在，路就断不了。同志，这桥能过重型车队吗？随便过，压断一根钢筋，我把命赔给你。经过连夜抗压测试，周氏大桥质量完全免险。从现在起，这里就是抗洪救灾的唯一生命通道。大柱哥，这桥替咱们建桥人把脊梁骨挺直了。功夫拉直点儿！今天可是全网直播的通车大典，千万别掉链子！大柱哥，外头市里的领导都到了，把这身西装换上吧。穿不惯那个，肩膀勒得慌。修桥的就该有修桥的样子。今天谁都可以不站这儿，唯独大柱哥不行。西装里混进了个包工头，你懂什么？那是手拉千斤顶的定海神针，这才是真正的大国工匠。大柱哥，以后的每一座桥，我都陪你修。好。被告人梁代楚犯重大责任事故罪、职务侵占罪、挪用公款罪，数罪并罚，判处有期徒刑15年。张叔，让我进去躲躲雨吧。我的名下账户全被银行冻结了，连住廉价酒店的现金都拿不出来了。苏小姐，这房子已经被法院查封抵债了，你再不走，我就要报警了。苏氏的桥塌了，但江底留下了上万吨的钢筋混凝土废墟，官方现在愁死了。那些废墟不仅彻底堵死了长江主航道，还在水下形成了夺命的暗流。省里的专家组来看过，全都摇头。炸药炸不开，废墟和岩层搅在一起，
用炸药会连两岸的防洪堤一起震塌。这是一个死局。不是死局，有办法。爸，江底的废墟如果再清理不掉，官方的罚款和股东的诉讼我们再也负担不起了。现在整个行业的投资全撤了，根本没人敢接这个烂摊子。去求梁大主，他是唯一的定海神针，去求他，只有他能收拾苏氏的烂摊子。梁公，我承认我之前的商业决策全错了，我对科学数据的盲目迷信毁了苏氏。求求您重新出战，救救您将至的苏氏的废墟吧！只要您肯接手，哪怕出让苏氏剩下的所有股权，我也愿意。你到现在还在算计你苏家。梁公，苏氏已经进入破产清算了，可那片废墟如果堵死主航道，每天的间接经济损失是几百万啊！难道您就眼睁睁看着吗？我接手重建，不是为了原谅你，是为了两岸每天因为断桥要多绕路3个小时的老百姓。梁公，水下的废墟和岩石层咬死了，用炸药会震塌两岸防洪堤，这怎么清？不清，利用原本废弃的陈仓做基基，直接在废墟的骨架上打新桩，让废墟变成现成的防撞护堤。绝妙，变废为宝，我这就去下发图纸。3号机，左摆动，下管儿。大柱哥，你已经3天没怎么合眼了。水下情况太复杂，新旧结构咬合，最后一次主盾浇筑不能有半点价差。我陪你熬，桥盖好了，你得好好睡一觉。梁公，最后一次浇筑准备完毕，随时可以下料。数据吻合，下料。这桥稳了。大柱哥，这座新桥你能保它多少年？底座打进了江底岩盘最深处，打底100年。你建的桥都是100年的，我们的婚姻也是100年的。梁公，敢接吗？有什么不敢的？这活儿我接了。梁公，这是您的绝密数据啊！拿去用，它该传下去了。好好学，别给咱们剑桥人丢脸。梁大柱同志于绝境中挽救万千百姓，在废墟上铸就100年大桥，特授予大国工匠荣誉勋章。这牌子太沉了，不是金子沉，是人命沉。我不懂什么大道理，我只知道桩打得深，桥才站得稳。
这张不属于我，它属于无数个在你前人后背，连名字都没留下来的基建人。